南拳北腿，北派无人。你使的就是北派的鸳鸯腿。他伤了你吗？他既然来了，就绝不能放他走。哼！在下找两位，已经找了很久了。就算两位要我走，我也不会走的。我们根本不认识你，你找我们干什么？哼！虽然两位不认得我，但是我久仰两位的大名了。尤其是这位叶相公。哼！京城的王孙公子，谁又不知道叶盛兰相公文武双全，色艺双绝。那是。不错，他是个唱花旦的，可是唱花旦的也是人，唱花旦总比某些强盗来得好。啊，一个人情有独钟，的确是谁都不能干涉的。只不过，好好的一个人不做，为何要做鬼呢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事已至此，施姑娘装不懂也不得不懂了。施姑娘？谁是施姑娘？我不认识她。施姑娘就是施举人夫妇的女儿，她姓施名音。她爱上了一位姓叶名盛兰的公子。你就是叶盛兰。给小姐问安，鄙人正是叶盛兰。你的戏唱得可真好，可否教我？唱戏，小姐当真想学？嗯。只是这唱戏需冬练3九，夏练3伏，不知小姐可吃得了这苦？习武之人，这点苦头算得了什么？好志气，好威风。只是这唱戏之所……公子，请。小姐果然兰心慧智，冰雪聪明，像小姐这般奇女子，真是世所罕见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与公子何时才能相见2月后，戏班要在松江府唱堂戏，小姐不妨前去寻我。当真？当真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只可惜施举人夫妇却不懂他女儿的心，叫她嫁给薛家庄的薛二公子。盛兰，你总算来了。几日不见，如隔3秋。你最近好吗？不好。怎么了？生病了吗？我爹将我许配给了薛家二公子，薛家在松江府是名门大户。这薛伊人又是天下第一剑客，我该怎么办呢？难道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？除非什么？我们私奔。私奔？正是。
梁妈，事情都办妥了吗？东西都拿来了。梁妈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是不会忘的。哎呀，别老说那些客气话了啊！我看着你呀，从小长到大，我忍心让你哭哭啼啼的、不快乐的活这辈子吗？快走吧，赶紧动手，别让太太知道。小姐，这管用吗？这是盛兰专门托人从京城定制的，至于效果怎么样，我还不知道。试试看。哎呦，小姐，一模一样，这可是神喽！盛兰果然没有负我。不错，她就是我的亲闺女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若要我回去，除非先杀了我。你最好先杀了我。所以我早已经说过，一个人的感情是谁也勉强不了的。那你为何要管我们的闲事？她2岁就跟着我，比我亲生的还要亲，所以我不能让她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、令她痛苦终身的人。如果谁让她痛苦，我就饶不了她。我也劝你少管我们的闲事儿，否则……我并没有要他回去，更没有要拆散他们的意思。我找到他，只不过为了证明他并没有死。没有别的意思？哼，除此之外，我只不过还想讨一杯他们的喜酒喝。喜酒？明夜3更，但愿在此相候。哎呀，早知道香帅这么通情达理，我就不必把石姑娘留下来，做威胁她的人质了。哎，记错了，为何不将错就错？将错就错。您老人家不如索性将那位石姑娘请到这里，等着楚香帅。他既成全了我们为何不成全他呢？他成全了我们，也希望他能成全别人。这诗音既然没有死，那左明珠又怎么能借他的魂而复活呢？那左明珠的死是千真万确的呀，是吧？这张简斋那可是一代名医呀，他总不能连一个人的死活都搞不清楚吧？啊？哎，那这他怎么能复活呢？这怎么解释啊？有些事情还没到解谜底的时候。哦，肚子有点饿了。哦，我请客。嘿嘿嘿嘿嘿嘿。香帅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家店的豆腐脑啊，是松江府最好吃的。我保证你，吃完1碗想2碗，吃完2碗还想再吃1碗。嘿嘿。味道果然不错。那是当然了。在这松江府啊，除了左二爷的鲈鱼烩没有吃到之外，大大小小的美味佳肴，没有我小兔子不知道的。哎，这就怪了。这年头，你们还能下饭馆吗？哎，香帅，你有所不知，只要我小秃子的馋虫发了，那我就换上锦袍，马上就可以出入大小厅堂。哎，谁知道我是富翁还是乞丐啊？来来来来，吃。妙哉妙哉。哎，这，香帅，昨天晚上发生2件大事。哦，什么事？这2件事都是在薛家庄里发生的。薛异人藏的剑被偷了。
这薛家庄里，就连做饭的厨子都会两手剑法，门下的家丁，更可以说无一不是高手。这人竟然能偷走薛衣人的剑，不说别的，这份轻功，这份胆识，就已经非同小可了。这个人的轻功，的确是了得。不过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哦，萧帅，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？我知道是因为薛衣人他自己告诉我的。哦，那萧帅知道那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第二件事呢？薛家庄昨天晚上来了刺客。刺客要刺杀谁？薛衣人。这薛衣人号称是天下第一剑客，居然有人敢去刺杀他，这人的胆子实在比老虎还要大。对，这比虎还大。你既然已经认为是我，为何不说出来呢？听薛家庄里的人说，他们40、50个人，非但没有捉住这个刺客，就连他的身材相貌都没有看清楚，只是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气。所以我想，你想什么？我想，除了香帅之外，谁还会有这么高的轻功，这么大的胆子？不要说是你，连我都想不出来是谁。现在薛衣人已经认定就是香帅干的了，他已经派人分批寻找香帅，而且还在至北山庄那边埋下了暗桩。这城里城外一共就这么大点地方，香帅，如果你不赶快想个法子，迟早会被他们发现的。哎呀，想办法，想什么办法呀？难道你让香帅躲起来藏起来？你少说话啊！香帅，这薛衣人虽然说没有收过什么真正的弟子，但是薛家庄里的家丁护院们都受过他的传授，而且剑法都不弱。薛家庄上上下下加起来应该有70、80把剑，就连现在盛极一时的黄山派都不敢跟他们硬拼。香帅，你又何必跟他们置这口嫌气呢？哎呀，事已至此，我想逃也来不及了。小虎神，我们拿你当朋友，向你打听楚留香的消息，你不说也就算了，现在跟楚留香在这吃吃喝喝，你出卖我们，什么意思？豆腐脑真好吃，下次我还要来吃。好，下次我请。还是我请吧。啊，你别，你请就请我喝酒吧，我只能请得起豆腐脑。豆腐脑很好吃。大哥，我们来了，怎么回事？你们还是带我去找你们的庄主吧。你敢去见我们庄主？有何不敢？难道他会吃人吗？看来这次有麻烦了。本以为跟着香帅没人敢欺负我们。你知道香帅最厉害的功夫是什么吗？轻功呗。
你还知道？别想，人家打不赢可以跑啊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2个笨蛋，你们说说，香帅的对手都有谁啊？貌似除了那个薛异人，没什么对手了吧？对了，其他的对手都失败了，薛异人也不会例外。哦，哎，不对了，这干什么？别逼推停啊！走。没有我的摊子，走，走啊！我们主人已经等你多时了，里边请。别动。有关楚留香的故事已经听得多了，江湖传说中，简直已将楚香帅说成一个神话般的人物。这些传说虽然我不是很相信，但是妙僧无花、南宫灵、石观音，甚至水母音姬，都曾经败在楚留香手下。这些事总该不会有假吧？无论楚留香用什么办法取胜，胜就是胜，也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。你来了，我来了。你的伤好了吗？托福，好得多了。很好。好剑，这果然是把利器。你用什么兵器？你不觉得这里有点太挤了吗？薛某平生与人交手，从未借助别人一指之力。我知道，他们是不会出手的。但是他们都是你的属下，有他们在这里，纵然不出手，也会对我有点威胁。我一夜未睡，此刻与你交手，已经失了天时。这里是你的庄园，你清楚这里的一草一木。如果在这里与你交手，我又失了地利。如果我再失了人和，这一战，前辈你已经不用出手，我是必败无疑呀。都下去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任何人不许进来。是。多谢。不必言谢。自敌人处得到敬意，永远比自朋友处更难能可贵，也更令人感动。这一战纵然力分生死，这份敬意也同样值得感激。取你的兵器吧。1个月前，我曾在虎丘剑池旁，与帅一凡、帅老前辈交过手。那时我选择的兵刃是一支柔枝。当时我和帅老前辈提过，高手对决，取胜之道并不在于兵刃。我以树枝当作兵刃，不但没有吃亏，反倒占了便宜。因为我以树枝对付利剑，对帅老前辈的心理施加了障碍。以他的身份，绝对不会占我便宜的，所以出手就有所顾忌。不占便宜，那就是吃亏了。譬如说，
我以一招凤凰展翅攻他的上方，他本该以一招长虹惊天反撩我的兵刃，但是他知道我的兵刃是一只树枝，就绝不会再使用这一招了。我就在他换招的瞬间，抢得了先机。高手对敌，正如两国交兵，分寸之地都在所必争。倘若有了顾忌之心，这一战恐怕要失利了。我可不是帅一番。不错，帅一凡的剑法处处不离规矩，而前辈的剑法是以取胜为先。这两种最大的不同就是，好比一个以戏曲为消遣的票友，和一个以戏曲为生的伶人，他们最大的分别，不在于火候，而是在于功夫的高低。你说的很好。所以，我这次也不打算再用树枝迎战了。那你准备用什么？我打算就用这双手。你想以你的肉掌来迎我的剑？前辈之剑锋利无匹，前辈的剑法更是锐不可挡。就算我找到任何一个兵刃，也抵挡不住啊！更何况前辈出手，未知其快，此乃天下无双。就算让我找到一件可以和这件兵刃相比的兵刃，前辈一出手，我已经招架不住了。所以，我和前辈过招，不是为了抵挡招架，而是想以小巧的心中身法来闪避。手上若没有兵刃，负担就不会那么重，负担越轻，身法越快。哼，不瞒前辈说，若非不是怕了在前辈面前失礼，我还真想将身上的几件衣服通通脱下来。那你岂不是陷自己于不胜之地？哼，在不败之中能够取得胜利，就已经是战胜之道了。你有把握不败？想当初我跟水母音姬交手时，又何尝没想到这个问题呢？嗯。好，你准备闪避吧。
你果然有你的取胜之道，你没有败。在下若未败，前辈也未败。你若未败，便可算是胜；我若不胜，就该算是败了。只是我们各自的方法不同。在下万万不敢言胜，只因在下刚才占了前辈的便宜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但我毕竟还是上了你的当。我养精蓄锐在这里等你，那无论精神体力都处在巅峰状态。正如千担之功，引贤待发。哼，是以在下万万不敢那时和前辈交手啊！你先跟我说话，分散我的神智，再以言辞使我得意。等到我对你产生了好感时，斗志也就渐渐消失了。你用的正是《孙子兵法》上的妙计啊！未交战之前，先令对方的士气一而衰，二而竭，然后再以轻功消耗我的体力，最后再使出轻兵诱敌之计。剑法乃一人敌，你所用的兵法战略却是万人敌啊！这也难怪你战无不胜，连石观音和神水公主都不是你的对手了。在下实在惭愧得很。高手对决，正如两国交战，能以奇迹之胜，方为大将之才。你又有何惭愧之处？更何况你轻功之高，我也是口服心服的。前辈的胸襟气度，在下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在下本就没有和前辈一争长短之意，这一战实在是情非得已啊！这回是我错怪你了。现在我也想明白了，你绝非那道剑行刺之人，否则我方才一剑失手，你是万万不会放过我的。其实，在下今日来，非但是为了向前辈解释，更主要的是想观摩观摩前辈的剑法。因为我总觉得那真正刺客的剑法，出手和前辈有几分相似。哦，我迟早免不了要和那人一战，这一战的关系重大，事关生死。我万万不能败，是以我才先来观摩前辈的剑法，以作借鉴。我倒是想见一见你说的这个人。我想有前辈在这儿，那个人是万万不会出现的。为什么？难道你认为那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若换作是我一定不会闯到这里来行刺，除非我早已算好了退路，而且一定全身而退。没错。这院子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扫？每天都有人打扫，只不过这两天大家都在忙着抓贼，所以就忘了打扫，才会留下这些铁锈在这里。铁锈？
这扇门应该最近被人开过，所以门栓上的锁和铁链产生摩擦，才会留下铁锈。一早上还有人清扫过这里，负责清扫的老李做事很仔细。他清扫过的地方，地上连一片树叶也不会留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扇门是在老李打扫之后被开过的，也许就在前天晚上。你是说？我是说，那刺客经由此门偷偷溜了进来，然后又由此门偷偷溜了出去。此门废弃已久，并且知道的人也不多，而且这个人身手矫健，轻功也并不弱，大可以高来高去。为什么非走此门不可？或许我们大家都是这么想，这也是他的办法。他可以由此门而来，悄悄而来，全身而去。但这扇门现在是锁着的。难道他逃走之后还会再回来锁门吗？或许他有把握，能避开别人的耳目。难道他认为这里的人全是瞎子不成？也许这就是他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难道他会隐身吗？我也知道这种锁是难不倒有经验的夜行人的，只不过聊备一格，以防君子罢了。只可惜君子并不多，小人却不少。香帅是否愿意随我到隔壁去瞧一瞧？正有此意，那就麻烦前辈带路。这院子是空着的。这原本是我二弟的居处。现在呢？舍弟生性不拘小节，以致下人才敢如此放肆。也就是说，薛二侠最近很少住在这里。前天来道歉，昨天来行刺，今天又赶来放火了，真以为我薛一人老了吗？前辈，天干物燥，一不小心就可能引起火灾，更何况马棚里都是稻草。不如你先去照料火场，我一个人在这里逛逛。如果遇到薛二侠，也可以好好跟他聊聊。相帅，舍弟若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，你尽管教训他就是了。告辞。这小火神放火的技术原来并不高明，怎么这么快就被人发现了行踪呢？刚才他的话说得很有技巧，但却说明了3件事情：第一，薛小人还是住在这里；第二，
下人们并没有将这位薛二爷放在心上，所以这地方才会没人打扫。第三，他也无意说出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情感很疏远。他若时常到这里来，下人们又怎敢偷懒？那扇门又怎会被锁上呢？楚大侠，嗨，人家明明已经走了，你还冲吼什么呀？他怎么不告而别呀？难道被我们那位宝贝二爷拉走了？嗨，这姓楚的一来，就害得我们这些人几天都没睡好觉，
让他吃吃我们那位宝贝二爷的骨头也好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小偷。不招呼朋友，要到哪里去？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。客人，你是客人吗？你是个大骗子，你是个小偷。哼，无论如何，做亏心事的又不是我，所以我不用钻地洞。我的朋友都在地洞里面呢，我找他们玩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哦，你钻地洞是为了找朋友？难道你的朋友住在地洞里？那么你的朋友一定是兔子，只有兔子才会钻地洞。哎呀，你猜对了，这兔子比人好玩多了，为什么不能跟兔子交朋友呢？没错，找兔子交朋友至少没有危险，因为任何人装疯的时候，兔子都不会发现的。看样子你也想跟兔子交朋友，来，跟我一起来，我带你去啊！哼，我又没有杀人，也没有装疯，
我为什么要跟兔子交朋友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还小，我听不懂啊。哎，其实你用不着再装疯了，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。哼，我当然知道我是谁了，我是薛家的二少爷，有谁不知道啊？哼，除此之外，你还是天下第1号的冷血凶手。凶手？什么是凶手？我的手很凶吗？哎，我看我的手不凶啊。你一走进这屋子，就立刻发现有人进来过。虽然你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，但是只要有人动了一动，你就会立即察觉到。嘿嘿，我的兔子朋友都这样，只要你去了，他们立马就知道你来过。这么说，他们也是凶手？你算准，除了我之外，绝对没有人会怀疑你。所以只要有人来过这个地方，你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我。你？当然是你啦，因为你是个大骗子，你是小偷。哼，你这间屋子虽然看起来很像疯子住的地方，其实有很多破绽，是绝对逃不过明眼人的眼睛的。明眼人的眼睛。哎，你让我看看，让我好好看看啊。哎，你不是明眼人，你的眼睛很红，像我的小兔子朋友。这里像是书生的书斋，虽然你把书堆得乱七八糟，其实却自有条理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里比起书生的书斋干净了很多。所以我劝你下次在装疯的时候，记得先买好些牛粪狗屎撒在地上。还有，你脸上擦的粉也不必那么讲究，随便找些墙壁灰涂涂就行了。墙壁灰？哎呀，怪不得你脸好白！哎呦，原来你用的是墙壁灰！真好，真好！你原来用的是墙壁灰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不应该把那些衣服留在衣柜里。衣服？你真讨厌！你偷看别人换衣服。那些衣服就是你用来杀人的衣服。你知道我发现了这些事，怕我揭穿你的秘密，所以想一走了之。但这次，我怎么样都不会让你溜走。起初我刚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只觉得有些奇怪，并没有想到你就是那冷血的凶手。如果不是你急着想杀我，还真的想不出来。他们都说我是疯子，你说我不是疯子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到后来，你发现要杀我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所以你就嫁祸于我，利用你兄长的利剑来取我的命。于是你就先去盗剑，然后再去行刺。因为薛家庄的每一片土地，你都了如指掌，来去自如，谁也抓不到你。尤其是那扇门，当大家都在抓刺客的时候，你就从那扇门溜走，溜到这个房间里来，再趁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，回去把那个锁给锁上。就算有人发现了你，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，因为在那些人眼中，
你只不过是个疯子，这就是你所谓的隐身法。啊，你的确是聪明过人，把每件事都设计得天衣无缝，让谁也没有想到，薛家庄的二公子，薛一人的弟弟，居然是一个会为钱可以买得到的刺客，会为钱去杀人。哼，就算说出来，我看也没有人会相信。对呀，谁会相信薛二少爷为钱去杀人呢？荒唐，荒唐极了！一点儿也不荒唐，因为你杀人，并非为了钱，而是为了你的权利，为了补偿你所受的气。谁受气了？你说谁受气了？谁敢让我受气？我哥哥是天下第一剑客，谁敢让我受气？嗯，就因为你是天下第一剑客的弟弟，所以才会落到现在这种地步。你本来真的很聪明，又有才气，武功又高，在武林中也算数一数二的高手。以你的才气和武功，肯定在江湖享受一番盛名。哼，只可惜你是薛一人的弟弟，因为你所做的一切，将被天下第一剑客的光芒所埋没。无论你做了什么事，大家都不会为你喝彩，只会为天下第一剑客的弟弟喝彩。倘若你有成就，那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你是天下第一剑客的弟弟。但是如果你做错了一件事情，那你就罪大恶极了，因为人们都会觉得你丢了天下第一剑客的脸。倘若换了别人，早已经向命运低头，就此消沉。但你是一个不肯服输的人，而且你也知道你的成就是永远不会超越你的哥哥的。这一切自然来自你哥哥从小对你期望太甚，约束你太严。爱之深，难免责之切，所以你才要反抗。但是你又知道，在你哥哥的约束之下，你不能轻举妄动，所以你才想出了装疯这个法子，好让大家不再注意你，好让大家对你失望。这样子，你就可以自由自在，做你想做的事情。你要是写书，我一定看，因为你编的实在是太好了。不过你非要说我是刺客，我是凶手，拿出证据来呀！你要证据？当然，要是没有证据，那不成了血口喷人了吗？好，你要证据，我就给你证据。这就是证据。这是什么证据？这把锁是那大门上的锁，已经许久没人动过，除了前天那位刺客开过，就再也没有人动过它，是吗？哦，也就是说，这把锁上面留下的手印，一定是那个刺客留下来的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这把锁上面的手印，却只有你的而已。手印？什么手印？人乃万物之灵，上天造人，
的确奇妙得很。你我虽然都是人，但是我们的身材相貌却截然不同。这世界上也绝对不会有一个身材与相貌截然相同的人。你看，每一个人手上都有掌纹，每个人的手指上也都有指纹，每一个人的手掌跟指纹都是不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世界上没有掌纹跟指纹相同的人。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件事情，你就会发现，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只可惜，很多人都没去留意。你那些把戏只能骗3岁的小孩子，可是我已经12岁了。你又何必把手收起来呢？这梳妆台上的每一样东西，我都仔细检查过一遍了，上面的手纹和这把锁上面的手印是一模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所有的罪证现在都已经在台面上，你想赖都赖不掉的。你是说这锁上的掌纹跟我这些盒子上的一样？这上面当然有我的掌纹了。其实你又何必这么做呢？你这么做就是做贼心虚了。楚留香，是你逼得我没有退路了，我只有杀了你，杀了你！香帅的当了。香帅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人的手掌上的纹路，的确，每个人是绝对不一样的。你用手掌去接触物件的时候，是极有可能会留下你的指纹。这只不过是道理而已。就像有人说天圆地方似的，永远无法证明。香帅，你也无法证明，是吧？哼，没错。这些道理可能在千百年以后才有办法证实，但是在现在，的确是万万不可能的。香帅，你也上了我的当。我上了你的当。那个杀手组织的首领，不是他，是我。是你？不错，是我。你只不过是兄弟情深，所以不惜为他受过而已。我就是不忍看他替我受过罢了。你看看，这庄园是何等的广阔，
开销是何等的巨大。我退隐江湖已经20年，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，如何能维持下去？我不会经商盈利，更不会求官求俸，更别提什么偷鸡摸狗的事。我唯一会做的，就是以我这把3尺之剑，取别人项上人头。为了保住我祖先传下来的宅子，还有那么多的门下弟子的丰衣足食，逼不得已，我只有以别人的性命来换取更多的钱财。我的二弟，他也是为了顾及我们家门的荣誉，才替我扛下了这个罪名，要不然，不要再说了。这里没你的事，剩下的事我自会和香帅了断，还不快滚！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？我4岁，你叫我识字；6岁教我练剑，从来都是听你的。你说什么，我都不能违抗。你把我养大了，现在还要替我受过。是，在别人面前，你就是个有情有义的大哥，我就是个不知好歹的小弟。你是大侠，我是废物。我就是想做我自己，就是想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哪怕是错的。楚留香，刺客是我，凶手也是我，我杀人不计其数，今天死了也够本儿。你不用报官，过来取我性命吧。你可怜我，我不要你们可怜。今天我终于可以做一件让我自己负责任的事情了。哥，来生我们做朋友吧。二弟，二弟。
我不知花了多少心血，也不知道跟踪了多久。现在总算心愿得偿，可是我心里真的高兴。你老人家要是再不出来，我们兄弟都要急死了。我一点也不老，你们用不着着急。香帅是不是因为我们兄弟没有和你一起冲进去，没有冲进去给你帮忙，你生我们气呢？我跟你说，帮忙倒不敢，我只求你们以后不要再认我这个人做朋友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虽然什么样的朋友都有，但是杀人放火的朋友却没有。我没杀人。那放火呢？那倒是。只不过只不过你为了我去放火，我应该感激你，是不是？那倘若你为了我去杀人，我是不是更应该感激你？小兔子，如果你放火烧的是恶人的屋子，杀的是恶人，虽然不对，也情有可原。但如果烧的是好人的屋子，杀的是好人，无论你是为了谁，有任何道理，都是不可以的。你明白吗？我只希望你明白，大丈夫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你要记住，有些事情，无论你有任何理由，都是万万不能做的。我明白了。以后不管是为什么，也不管是有什么样的理由，都不能去做坏事，都不能杀人放火。只要你记着这些事情，你以后不但是我的好朋友，还是我的好兄弟。还有，你要记住，男人流眼泪一定要往肚子里流，这鼻涕嘛，却万万不可咽了。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内功绝技。这招，小麻子一直想跟我学，我都没教他呢。那他人呢？对，他在前面，和一个朋友在等我们，肯定急死了。香帅，一见拜见香帅。OK， 起来。一见，你们认识啊？哎，香帅，今天多亏了这个小书童，要不我们根本逃不出来。那边怎么样？进来，快点！谢谢啊，不用谢。香帅，您的意思我已经通知给二公子了。他的意思呢？二公子久仰香帅侠名，此刻只怕已在那边小屋中恭候香帅大驾了。好，那麻烦你再转告薛二公子，请他稍后片刻，我马上就过去。是。你看这什么呀？就是叫花子爷他有点样子。我有件事情想要麻烦两位去做。不要说1件，就是100件都没问题。昨天晚上我去找的那对夫妻，你们还认得出吗？认得。好，你们去找他们，然后将他们带到河边那间小屋，就说是我请他们去的。好，没问题。但是，你们将他们带到那小屋后，先在外面等着，千万不要让人发现。等我叫你们进去时，
再露面。放心。走。好。我跟你说，你得好好收拾一下。哎呀，真是谢天谢地啊！所有的麻烦事情总算都将要过去了。不知道香帅可否查出一点眉目？二哥，如果你想让这件事情水落石出的话，恐怕你还得帮我一个忙。什么事？但说无妨。我想请明珠外出一趟。你是说，让明珠离开至卑山庄？没错，离开至卑山庄。那如果花金宫抢人怎么办？二哥，你难道认为花金宫能从我的手上抢走明珠吗？那好吧，就让明珠跟你走一趟吧。不过，她的安全就交给你了。二哥，请放心。好。现在已经快到7天了。我知道。你答应过我，只要等到7天，你就让我回去的。那么现在我可以回去了？你当然可以回去。可是你回去之后，你父母还会认得你吗？如果换了是我，我绝对不认一个陌生女孩子做自己女儿的。可是你答应了我，你就应该替我解释啊。哼，你认为金宫夫人会听我说的话吗？江湖中，谁不知道楚香帅一诺千金？只要你说过的话，就算是你的敌人，也绝对不会不信的。你放心，我总是可以让你如愿的。只是有些事情不能太着急，一旦着急了，我的章法就会乱。你等一下，你既不送我回家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你看到这间小屋了吗？我现在走累了，先进去歇歇。我不想去。你是怕这间屋子里面有鬼？你怕什么？反正你都已经死过一次了。这屋子是薛家的屋子。你又不是左明珠，何必害怕进不了这屋子呢？左明珠已经死了，你不是真的左明珠，你只不过借了他的尸身还魂而已，为何不可？何况你是薛二公子未过门的媳妇，迟早是要进薛家的。可是我，哼，我是薛一人的朋友，他不会介意的。香帅。你们认识？哦不认识。不认识也没有关系，反正迟早都会认识的。你就是薛二公子薛彬？不敢，弟子正是薛彬。香帅的大名，弟子早已如雷贯耳，只是不知香帅此次有何吩咐。吩咐倒不敢，先进屋里面再说吧。
请。香帅，等小兔子来了，你请他一个人先进来。是。这间小屋还真不错，就算用来做新房，也是相当好，是不是，薛二公子？不敢。是。月上柳梢头，相约黄昏后。只约在此间，倒真不错。香帅，这两个人，你是否认得？啊。这位公子啊，那当然认得了。这两位可是大方人，第一次见面就给了我好几两银子呢。他认错人了。他认错人了。怎么会？怎么会认错？我们叫花子啊，嘿，见到大方人，那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。哎，嘿嘿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位左姑娘和薛公子早已经认识了，是吧？我不姓左，他认错人了。我是诗音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你认得他吗？如果你是诗音，那么他又是谁呢？哎，哎，这，他。我听很多人说过鬼，但真正见过鬼的，却一个也没有。我也听很多人说过借尸还魂这件事，本来我是不相信，但我又不得不相信，因为我见到左明珠的死，又见到左明珠她复活了。我也看到诗音姑娘尸身上所穿的衣服，和左明珠说的是一模一样。如果这还不是借尸还魂，那这又是什么呢？可现在诗音姑娘没有死，这左明珠又怎么能开口说话呢？那这诗音姑娘没死，那她的尸体又怎么解释呢？这件事情的确很复杂，我也正百思不得其解。直到我无意中闯进了这间屋子，在火炉中发现了一个梳妆匣子。那
那这梳妆匣子和借尸还魂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如果想知道这个秘密，你就得帮我找一个人来，因为他与这些事有很大的关联，他也很想听。香帅，您说的是不是那位石姑娘？你也认得她？我已经把她请来了，可是石姑娘说啊，一定要换了衣裳再来见香帅。这梳妆匣子和这件事到底什么关系啊？这火炉中有个梳妆匣子，就表示这里时常会有一对男女来这里相见。我一直以为是另外2个人，直到我闻到他们的香气，发现和这梳妆匣子里的香气有点不大相同。所以你听我这么一说，你就……我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就立即猜到，这其中一人就是薛斌。